你怎么在这里？去曼谷啊！你怎么在这里？我也要去曼谷啊！我们今天不约而同要去曼谷了，超没默契。 Yes, 춤춰 you dumb dumb. I say, baby, you can take me out tonight. I'll be the first one down tonight. Introduction only to you. 现在在一条小巷子的最深处，这就是小而美、小而温馨。OK， 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游泳池，小的跟一个大浴缸一样。那厕所还蛮温馨的，这种工业风。짜잔！然后房间也小小的，这里就是什么都是小而美，但是房间也小小的，然后泳池也小小的。 但就是一切都小小的，它的价钱也是小小的，它那个晚上好像才1000上下而已，还蛮便宜的。我们现在在哪里呢？阿拉尼 Riverside Hotel。我们从人间到天堂的手势。我们昨天住民宿，然后今天要去住5星级饭店，超漂亮的，如何？超漂亮的。 昨天爸爸问我说订这个晚上多少钱，然后我就说嘘，不要问。然后后来听到数字之后就说不可能，一定是你骗我，这个价钱你不可能定得下去。殊不知就真的是那个价钱。走走走，跟我来。哦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有气球，有气球。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好漂亮，好开心哦，不约而同。 太开心，不约而同，太开心。你女儿会很生气。哎，你看这个房间有多棒！这是为什么我订不下去？这个晚上才1万多哎！你看，啊，还有这个，有没有？超棒的，超棒！你看 River View， 我们在这里泡澡，然后整个声音都变了。我们在这里泡澡，然后看河景。我今天都不要再离开这个房间了。然后这里有一个 shower 的 place，shower 的地方。然后这里厕所，然后这里有一个更衣室，这里有一个更衣室。你躺在这里就可以看到河景了，太美妙了。我们来健身房运动。嗨，爸爸。你怎么在这边？因为我来运动啊。 哇，我们又不约而同的来健身房。不约而同，太开心。顶楼的无边际泳池，看一下，就在大楼的26楼的最上面，漂亮。来看一下后面的夜景，好美。 我是这个泳池里面刚刚唯一在泳帽很认真的游泳的女生，每个人都是穿得很美，在拍完美风，只有我一个人戴上丑丑的泳帽跟泳镜，在那拼命的游泳。我们这一组只能说为台湾争光。看到这边来的，不是来这边躺着这边用电脑、用手机，那或者就是站在水里面拍照用而已。然后就算有在游的，也都是四不像，所以我们是赚台湾之光。你穿他们没要去做什么？吃晚餐，去哪里吃晚餐？饭店的餐厅。就是而且我刚刚太实在了，因为你刚刚问我说要拿掉眼镜吗？什么时候我都跟你说就放松 casual 就好啦，就是眼镜以前记得拔掉，然后也不用涂发蜡，就是很轻松就好。就自己开始那边大化妆。现在我点的是沙爹，爸爸点的是夏威夷波，就是 Hawaiian bowl。It's very healthy。绿咖喱，炒河粉。Pad Thai。一个是 brownie，
这是 brownie， 对，大家很清楚。然后这是那个 churros， churros 那个叫什么？我不知道中文叫什么。有点像是那个肉桂卷小只的，something like that。是我们点的 omelet。那 Thai style omelet。The Royal River Hotel。这里是我们这次来住的第3间饭店——皇家河畔酒店。今天我们就回到了3星级，所以可以看到那个拉比的感觉跟昨天很不一样。虽然这个饭店比较老旧一点，但我很喜欢是它的河景跟房间很大，所以它还有一个小客厅，河景无敌。就是我觉得就是以度假风来说还是不错的。下面有一些餐厅。所以一样一张大床，然后有沙发区，一般厕所，这是一样的一个 shower 的地方。The Royal Riverside Hotel Fitness Center 还蛮大的，这里呢有基本的这些重训的设备。这里就是主打大大，但是旧。我看很大哎，房间很大。对，它swimming pool也蛮大的，比想象中的好，比想象中的大。而且我喜欢它有泳池有分道，因为我们每次去泳池就是真心想要游泳，不是去完美拍照。这边是它的 lobby， 前面还蛮宽敞的，那前面就是河景。这间房间很大哦，是一个套房 suite 啊，这边的夜景也比较漂亮的。一进来就是一个小客厅，然后今天对的是桥，这边很漂亮。然后这边有一个办公桌，总裁的办公桌。我这样就去坐上我的龙位了。然后这边有一个餐桌，不过这边刚好有个灯，但是它里面太大了，我有点找不到所有的灯。这里可以看有一个灯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再过来那是房间，房间里面又有一个小沙发，怎么那么暗啊？这个床好像那种传统的宫廷式的、古老的那种模式，那个桌椅也都是蛮古老的，先把它想象是一个城堡，对吧？感觉是太皇好几世代前的太皇的。然后浴室，今天有浴缸。但它虽然很大，就是比较旧一点，然后灯光也比较昏暗一点，我们就把它想成我们今天住在100年的古老城堡里面，你就突然觉得啊，一切很美好，就是美中不足的地方，我们就正面思考。这是我们这次来的第5天，第5个晚上，第5个不同的饭店，第4个不同的饭店，跟第5个不同的房间。然后爸爸现在在 check in， 等一下 ，12 the residents in the hotel。他刚刚是在说话的 muscle 吗？我看错吗？What is wrong with you？ 那这里就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小房间，一眼望穿，它甚至还有煮东西的地方。它比那间还好。对啊，比我们昨天住的还更好呢。因为它其实就是除了是饭店，也是有点 apartment， 就是那个公寓的概念。就像我们一样要坐红眼班机，想要在到机场之前先休息一下。这间饭店还不错，推荐给大家。Hello， 我们这几天呢住了这几天的饭店，有一些心得想跟大家分享。是的，这个真的是心酸血泪史啊。血泪史，对啊，很血泪。那第一点是什么呢？饭店的先后顺序，因为我们第1晚住的是民宿，然后第2晚住的是5星级饭店，再加上被升等，所以第2晚住的就是非常豪华。没错，就好像住在天堂一样。对，真的太美了，美到我尖叫的那种。但是到了第3晚，就是又回到人间。所以如果不是特殊假期，我觉得就是噔噔噔噔，循序渐进很重要，才不会破坏了度假的心情。对，所以这一点也带应到我们第2点想要分享的
饭店的星球程度。在 Agoda 上面看的时候，饭店看起来照片都很正常，但是实际到了。你就发现差异好大，超旧，超旧，旧就算了，因为有些旧的饭店其实维持也很不错，对不对？但是它是连一进就是进电梯走出来，就是满满的那种很旧的霉味。那因为昨天刚好我们预约了饭店按摩，我下去 lobby 接那个按摩的服务人员，爸爸一个人在房间。那时候他放我一个人在房间整理行李，在那么老旧，然后又昏暗、光线不明的情况之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当下马上有一个想法。我想到了，太子鬼片是很有名的。我突然毛了一阵子，让我差点失禁了。夸张，真的，我那时候赶快行李收一收，赶快把还怕东西有掉，然后很担心突然会不会门打不开。昨天还真的，他门正常讲我是往下，我真的往下打不开，我怎么一回事？对对，他的门是往上开，对，它是往上开的，我突然差点失禁，说真的，然后赶快冲上门，关了门以后，突然真的是，放松了，这很像逃难，就对。没错，所以这个经验让我真的觉得，饭店的新旧会影响到很大。就算他有做一些 renovation， 但昨天那一间明显的就没有。第3点啊，就是我这次订完之后的一个小小心得，跟大家分享。因为我们家是习惯在 Agoda 上面订饭店嘛，然后这次我就有发现，就是它的延后付款，它其实就加价不少。就像我第2天订的饭店，它其实就加了1个晚上加了1000块，其实还蛮贵的。那我当时就想说，因为我不能确定我的行程一定可以顺利出发，所以我就一样先预定了。但是我就想说，如果你在它扣款之前，你去按就是那种立即确认的房间，其实你就可以省下那1000块。第4点，我觉得很重要，就是你订的饭店如果发生的状况，你一定要去争取 ，OK？ 因为爸爸就是很性格很温和，什么都算了的人。那我们昨天遇到那个超雷的房间，已经是又暗又旧。我本来就想说忍一忍要算了，因为我想说爸爸就是会希望算了的人。但压倒我最后一根稻草的是，连马桶都不太通，整个就炸。因为就是你花了那个费用也不低，然后却得到比很便宜的房间还更烂的设施跟服务，我就觉得不合理。所以我就去柜台跟他们争取，他们必须想办法帮我们解决。OK， 那他后来就帮我们换了这个房间，确实比较新，还有重新的整修装潢过，然后整个明亮很多，所以我当下就觉得为什么要算了？不要算了，我们付了钱，然后得到不对等的东西，就是去争取，好吗？第5点，我们觉得真的交通，因为像前几天我们住在比较偏市区，我觉得交通上相对方便多了。但最近这2晚我们就住比较偏远一点，它交通真的蛮不方便的，然后出来感觉就是。又昏暗，然后又没什么交通设施，所以虽然它有就是像嘟嘟车这种shuttle bus会带你到 pier 或者是捷运站，但事实上感觉好像不是太方便，所以就会觉得交通上其实是真的是需要方便一点，你比较会愿意出门去。所以以上这5点是我们这一次泰国行不约而同太开心之旅的经验分享。